我是永和彼得潘。今天是197的倒数最后一周，刚好今天也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冲刺的小技巧，还有怎么练习冲刺。相信大家在每年的年底都有相当多公路赛的赛事。那公路赛除了你要跟好集团之外，另外一个决胜的点，常常就是需要冲刺。今天我要做12组10秒的冲刺。这个路线肯定是选在一个比较好骑的平路，然后我今天是选在靠新北市这一侧的华江河滨公园。这个路比较大条，人也比较少，比较不容易发生一些意外还有危险。因为通常在用河滨的，不只是我们这些骑公路车的骑士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自身还有对方的安全。这边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菜单。今天的冲刺训练是先进行30分钟的暖身才进入主课表。主课表可以分为3大组，每一大组有4根冲刺，每大组间隔7分钟的主休。其实今天的路线规划很简单，只要确保能在安全的地方做完每组10秒钟的冲刺就可以。像树林这段，路幅会急剧缩减，所以在快到的时候就应该要折返。如果你也正在苦恼课表的路线安排，无论是哪种课表，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说哦。课表开始前，我有几点想要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。我今天的目标不是12组，每一周全力冲，看一下自己能冲多少。我今天做的是训练，所以等于说要把每组都控制在一定的目标范围内。最后几组如果想要全力的话，再试试看，不要前面都全力，然后到最后没有办法好好达成的自己训练目标。Go！ 进入最后的1分钟，刚才看到我的课表图中已经出现了第一组冲刺的比较高的那个。第一组上法冲刺。不太知道自己的瓦数应该多用力，因为比较高的瓦数很难抓。看下地图多少，835。这边我用上把冲刺的原因是，一开始还没冲习惯的时候，体感常常抓不准，应该要多用力才能冲到我的目标瓦数。我今天的目标功率是720瓦到880瓦，感觉应该不会特别困难。但我用下把冲刺常常一下子就超过瓦数限制，所以前面几组先用上把暖暖身。稍微算了一下，这边差不多该回转了。看一下前后有没有人，没有，再转。好。这边来分享一个平路规划训练路线的小撇步。像是今天的课表是冲10秒，休息3分钟，你就可以算你每小组大概需要花多少距离完成。像是如果用均速35来算的话，1公里要花大概1.7分钟，每组大概就是耗费1.7公里，4组下来的话就是7公里。相信各位车友一定对家里附近的路线很熟悉，可以用跑步的几分数来推断什么时候应该要折返。通常做这种冲刺的时候，会有3件比较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冲刺开始之前的踏停，这踏停非常重要，因为太重的话会导致你没有办法马上把瓦数拉起来；太高的话会让你站架马上就档位不够了，就要点你的变速，然后当你的变速还没有很熟练的时候，就可能会导致后轮跳动啊，或者是突然踩空。所以我个人觉得90转上下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。那第二步骤就是站起来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太用力的拉自己的踏板。你太用力拉的话，后轮会直接被你整个拉起来，会变
变得有点危险。第三个就是你在冲刺时的变档，通常如果你冲10几20秒的话，通常都需要变档。但如果是新手练习的话，建议是一个档位直接冲到底。但如果你要真的追求极致的速度的话，是一定要变档的。那你在过程中变档的时候，一定不能在你在加瓦的时候变档，因为这时候可能会导致你的链条没有办法准确的上到你的飞轮上面，所以通常会在你可能稍微松脚一点点，或者是降瓦一点点的时候变中档，确认变上去之后再加第二波，以追求最快的冲刺速度。当然，冲刺的过程中，你一定要稳定车身，让你车身的摆幅顺着你的踩踏，不用刻意去摆动你的整个车身。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真的要看路，没有看路的话真的会出事啊。对了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好，我刚刚已经做完第2大组了，现在剩下最后1大组，34小组，最后4次冲刺。等一下我最后一次会用上把，然后变速给大家看，然后最后3组会用下把冲刺。下把冲刺当然也会需要用到我们前面提到的技巧。最后，努力把今天的训练完成。可以冲刺。可以冲刺。这时候记得要看路，河滨就是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跑出来。最后倒数第2根冲刺，用95%的力，最后一组再全力。今天的训练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